好，欢迎来到一群网友，我是一群网友的 Ryan。那我们今天还有欧巴跟我们在一起。 Hello，欧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超级久，超级久。我们上次都讲完说，我们会希望在每一个月尽量2支影片，但是欧巴比赛，然后我又还是出国，对不起，我又还是出国，又去国外打球，然后我现在赛的跟你差不多哎，真的有认真打球，有认真赛，不是有认真打球。我最近成绩进步的还蛮多的，对，好，这不是重点。今天欧巴呢跟我提到说，他想跟大家来讲就是铁杆的练习方式。对，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拍过一个练习场的一个练习方式，但是欧巴觉得说还不够细致，因为在于好像是挥杆跟击球的效率点上面，希望在对今天的重点是短铁跟长铁是怎么分，然后他们两个的打法是怎么不一样。那短铁今天准备的短铁是可能我最近研究的部分里面来讲最主要的一个 point，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短铁的一个最主要的 point。然后长铁杆是要，可能长铁杆问题比较多，距离也是，击球也是。那这些部分我要整理一下，怎么样是对的练习方式，然后用对的方式去下场打，比较顺利一点。希望这样。是很多人都在问这些问题，走在路上，欧巴，你现在用就好几其实个，对长铁比较多，在练习的时候也是发现。木杆跟长铁比较多，可能大家短铁控制力比较好。那我等一下为什么短铁的控制力会比较舒服一点，再说明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就今天加速下去了。太多人问，一次回答，一次回答。OK。那我现在手上的是一个是9铁，一个是5铁。我现在开始说明，先短铁杆，短铁杆比较简单控制的原因是它的角度不需要很多，你只要往下，然后转过去，它就大部分都打得出来。然后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事情也是一样，要敢做出往下的动作。假如说我先把下半身控制好，先不要让它转，然后呢，就是把杆子丢到下面。那大部分的都是会打到这一块。是因为我这个拉的角度没有做出来的关系。那我现在是一样往下丢，然后呢，把这个髋骨的面转到正面来，就是把我的髋骨打到球的那一瞬间，把我的髋骨放在我的目标方向这样子。那会掉的点会在球的位置。这个是以短杆来讲最好练的方式。目前练的时候，我们先把速度放到60% 就好，因为一开始不需要速度或者是距离。然后呢，这个如果你这么可以就是速度把控制到60%，就是很缓慢的速度的话，会很容易感受到杆头的重量。我们所说的杆头的重量，就是要感受才可以这样子收进来。如果你是没有感受到它，一直用你手的速度的话，会发生 impact 的时候，这一块的角度会越来越远。那这一块这样子掉都不是正确的掉法，是要这样子，要往里面这样子转进来。就可能表示打钉子的方式一样，我们打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打，不是这样子打，对吧？就这样子来，这个方向，杆头的重量才会被释放出来。对，就是这样才可以感受得到杆头的重量。所以呢，先练习的时候，先把这个抓的力量也稍微放松一点，就是最小到不要把杆子飞出去就好，抓得到就好，就这里就好，不要再特别用力。不需要很紧，然后2只手也是一样，尽量放松。那上的时候呢，就转上来，然后上半身专心往下丢，下半身专心往前转，这2个 point。这样的话会感受到很干净的击球点，就短铁杆是尽量这样子丢。再主要是往下丢的时候，先
稍微这样子摸到地板是 OK 的，不要太怕的在这样上面这样子挥。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是发现到我的左手会这样子弯进来，这个是因为没办法往下丢的关系。那你抓得很紧，就会全身都会很痛，所以抓松一点，然后打叶稍微松松这样子，这样子的速度，很软的速度来往下转，看起来很单纯，里面其实这个转的部分是很重要，所以在练习场练的时候，多感受一下这个转的感觉，不是推，也不是叫有人在后面转，所以这个转的比较重要一点。那再补一下对的方向的话，我们下来的时候，短铁杆会注意的面是转，留后面打出去，是这样吗？不对，短铁杆其实上完之后可以一起稍微这样子往目标方向移动，跟1号木不一样。那短铁杆上来之后，往左边，往我的 target 方向这样子移动之后，一起转出去。这个敢转的话，其实不会卡在后面。哦，就是不会有点 pop 的感觉了。对，就很顺的会丢出去。所以呢，上完之后不要留在后面，往目标方向转出去。那现在我这一颗也算是一个稍微薄的那种球，就是吃得很干净，但是还是需要多一点的感觉是往下。短铁杆的最主要的点就是不要怕，够转一定会有对的感觉。这样子长铁杆，可是长铁杆来讲的话，应该就是挥杆的时间要抓的特别多。长铁杆我现在准备的是无铁，长铁杆如果以这样子的方式来打，会容易卡住。是因为我刚刚说明的，就是它短铁杆的简单，是因为只要不用管很多就往下丢就好。但是呢，长铁杆的话，它的挥的角度会比短铁比较深，这个下来的角度会比较深。那这样子的方式来打的话，会很容易打到地板，就是吃的很厚。不管怎么样开，也是会打到地板，是因为它够长，速度够快。那所以是转身再转快一点嘛？是这样吗？不是哦，这个也是因为如果说杆子长嘛，那我这样下来跟我短铁杆的时候，那是不是我转的不够快，才会造成说我打到地？哦，对，就也可能这么误会，不是因为这种问题。长铁杆打不到的原因是长铁杆不需要这样子一起往前走哦，但是也不好留在太后面的，这个要找出一个自己的中间平衡点出来的。对。那我建议的是上杆先控制一点，上杆的高度先控制一点，是可能以时间的问题。你刚刚说下半身要转更快一点，其实是道理来讲是没有错啦。他上完之后，他先转开，这边放一个空间，是一定是蛮顺的过去的。对，那我今天长铁杆要补的内容是先上杆上少一点，高度先控制一下，这个高度先上少，差不多以我的感觉来讲，肩膀的下面。那为了什么？这个就是为了下半身转得更顺利一点。对，那先以小的动作来打。那我现在这样子上很少，也距离差不多，全挥差20码而已，内容来讲还 OK。再一颗，其实这一颗来讲，距离可能差个10码而已。那我上的比较少了一点，距离为什么没有差很多？是因为节奏上上小，然后转快，是以长铁杆来讲追得到的速度。我们通常长铁杆打不到的原因是这一块上半身转的速度太快的关系，所以你怎么样想要把下半身转快也是，
还是手会比较快。那以感觉来讲，上完之后，手先放在后面，把身体先转带。用这样子的练习方式，就是先不要急得下来哦，身体先动，让力量让你的重心转移先过去，对，没有错，你的手再回来跟上，对，就是不要说手上完了马上下来，不是，先上完放在上面，然后把身体先转下来，大概1秒到0.5秒， 稍微就是一瞬间。也不需要很久，上完之后，这样子的话，会很容易感受到下半身我是怎么转。如果卡在后面，在后面转的话，会容易出球的方向比较不稳定。那是不是也会造成，其实我的击球，没有 power？power 这件事其实跟击球是没有一个关系的事情。只要你用到对的转的速度，就是用对的转的话，其实一般来讲，挥速大概我们用1号木来讲的话，男生90迈，算很平均，也算是很简单的一个速度。其实不用用很大的力量，就上的时候往右转，下的时候往左转，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我们把它想得太复杂了。对，先不要练到自己用力然后卡住，因为用力，当然我们选手叫我现在先用力打1颗，准备好上来之后，当然手也会很发力，但是呢，比手还是身体会更快更大的力量会去做，因为我们是以习惯上腕下半身转手跟下来，是一个很习惯的问题。对，我们不会就是一般打球的时候，我们职业选手不会上来之后就这样子打球。对，不会用手去把它抠它。重点是想要用力的话，手要快的话，你的身体要转得更快。其实这个是一个重点。那转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管就转出去吗？这个也不对。我们转的时候，髋骨是尽量这样子转，但是我的现在上半身都是留在后面。对，这一个感觉是蛮重要的。那这样子就会有一点像是空转，所以就直接就这样转过去了，就是没有把你的力量真的传递到球上面，那就是俗称的空转，就是身体这样就直接这样转，是这样解释吗？对，其实如果是这样子拿着这样子挥的话，是空转的概念是没有错，对。但是我们是在侧面看的话，从上面到下面的关系不算是一个空转的问题对，一定会达到一个目标。对，那从那个达到目标的那一块开始说，速度是大部分都是从这里到这里是最快，然后呢，从这里开始减速打到球，所以很容易打到后面。这是长铁杆最大的问题。所以我所想要说的速度也是一样，不是从这里到这里快，是从这里到这里快，就是把快的那一瞬间推到球的后面一点。等于是说，对，我在下杆的时候，其实是在右脚这个位置才开始真的击球的发力点，就在这个地方，一直到出去的部分，而不是从你的头顶就开始要好像很用力的时候拉下来这样，拉下来，然后就这一块快完之后开始减速，因为没有力气啊，没有拉得到它，所以也会因为我们这样子看到很多练习场的球友会变成是说，他在举得很高的时候，在拉下来的时候速度过快，身体会不自觉的往上跳。击球的时候，它会往上整个跳起来，因为不然你的身体就一定会打到地，身体会自己去帮你做一个平衡嘛。这个其实是跟击球是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这个是以速度的部分，我再解释一下刚说的这样子的感觉，对吧？就是整个身体累积，然后跳上来，整个身体这样子爬上来的。
这个为什么是不好？是因为我的整个脊椎的角度都跑掉了。虽然我的下半身很利落，但是上半身的角度太多。上半身的角度太多的话，它画的那个圆圈本来是要在一个球的位置的点往上的时候，可能会跑掉。所以通常这些上半身的角度这样子很瞬间爬上来的，是通常的 miss 是拓扑。然后呢，这样子的话，偶尔也会打到拉布的，就是打到后面。对，那对的方式是这边可以往上，尽量用很好，左脚去往上，对，下半髋骨用髋骨来讲，我们的髋骨这样子往上很 OK。那我们的上半身是要有一个压住的感觉，就是往下这样子稍微压住的感觉。那你只要抓住这一个，下半身会自然会跳。应该不会说我要压住，那把整个身体都这样子打球，应该不会这样子吧？有的太过认真的可能就会这样。那还是要放松。如果是对的话，就是上半身是要压住，下半身是要转下来，所以这个就是上半身是往下掉，下半身是往上，就下半身往上。这样子的感觉。这个是可以，如果你现在练的程度是到这一块的话，你的问题是在下半身卡住，然后往上，我是会往上，只是我不知道怎么抓上半身。这个程度的话，其实要打怎么样轻松打，或者是怎么样加速打，这一块应该是都有懂，因为有很明显的下半身去这样子踢下来，就是踢上来去挥的话。它的挥杆速度应该是已经是蛮顺利的。对，我们现在卡住的原因是上半身的感觉比下半身多的关系，会造成它空间不够。对，这一块就是打到球之后，干面就是手要过去的这一块空间。如果夸张一点来讲，我是这样子站，然后这样子打的话，就是会很容易像这样就提起来。对，那当然我们打球的时候不能这么开，这样子转，但是以空间来讲的话，站直也是空间做出来，就它不会这样子往上来，就空间丢出去这样子。所以练习的时候，这一块的重点也是以短铁杆，类似短铁杆，下半身要管走过去。那如果以转的感觉在陌生或者是不对，可以再找我们，我们看完之后再更仔细的解释给你们。OK。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请记得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